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美食家自学之路》。今天来宾呢，欲罢不能，又是 Andy 简大轩。是他欲罢不能。你的故事真的很精彩耶，真的就是你也是那种活了人家2-3辈子的人哎，超有趣的。好像也蛮多人这么讲，真的。要么就是说我有什么老灵魂，好像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对，或者是我好像我的人生是很有趣、很丰富的，但是我就很怕说。这些有趣跟丰富，有一天会是不好的东西，我也得经历这些东西。不会，不会，你懂我意思？对，帮你算命一下，谢谢。对，应该会很好命。先勾这样。我们上一次聊到 Andy 在法国学习厨艺的过程，很精彩哦。那有聊到他比赛，然后也有聊到他在日本主厨的餐厅。淫威之下，这样对，但是他还是傻傻的去刺了，对他觉得他会变成钢弹的刺青哈。那这一集想要再跟 Andy 聊聊比较深入的问题，对。但是首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天，我们会认识，其实是有一个人物，叫做阿成师，没错，对。那很多人也是因为阿成师才认识 Andy 的，基本上都是在亚洲人里面，好像都是因为他的关系，他们。就才有机会，就是知道有简大轩这个人。是，你们2个怎么认识的？我们2个这样要爆他的料。那时候呢，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个日本主厨这件事情，所以原本4个月实习，我只做了3个月。然后那时候学校的意思是说 ，Andy， 你就像是在海军陆战队工作，人家只是当一个就是叫做替代役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这1个月不用做了，我们学校一样给你做认可。因为另外2个人，就是那2个高年级的学长姐，他们2个是反而还要再补做实习，因为他们只做了1个月，他们只做了1个礼拜，不到1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已经做了3个月，然后他们就说就不用做，我说不行啦，我这1个月就是没有赚钱，然后你知道实习会提供吃的嘛？我说那我这1个月就是得自己花钱去买东西吃。我说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一个月的实习，让我去有东西就是可以去蹭饭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真的吗？我们是建议你这1个月就是去旅行啊，去看看这整个法国。我说就是要花钱，所以我不行嘛，就是我没有这个钱这样子，就我的钱是算得很精准，我的学费多少什么的。他说那我们帮你找一个学校餐厅好了，就是让你做1个月，因为毕竟是学校餐厅。我说好啊，反正我能做菜，就是在厨房，我就很开心。所以去了这个学校的餐厅，然后进去之后呢，就在冷台区，就看到。阿成师，可那时候我跟他的认识是，就是一开始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写信问他，因为那时候他就是跟安东尼他们2个就是算是在法国厨艺界就是有所涉猎的人，很多人想去法国留学都会看他们的资讯，对，没错。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写信问他一些我一直不懂的东西，或是我觉得我找不到资料的东西。他那时候跟我说，你就打电话给我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手机是可以打台湾市话的这样，所以就是那时候聊过之后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耳朵的这个缘分。然后后来是有一次我去申请我的居留证，在那个居留所里面就是有看到这个人，然后有跟他打过招呼，就那是第一次真的看到他本人的样子。可是那一次也是非常短暂，大概3分钟5分钟吧，就这样结束。啊，一直到来到这个餐厅要做这1个月的事情，我就说。他就说你不就是那个？我说阿成师对不对？他说对，你就是那个简什么的嘛。我说对，简大轩，我才这样认识。可是那时候因为才刚经历了这个日本主厨的这个摧残吧，所以那时候对于厨房我没有害怕，可是我会一直很皮绷很紧这样子。可是我进到这厨房，我发现天哪，这厨房怎么那么轻松？就是你已经从地狱走过一遭回来。对，我想说。这个哪是厨？我真的你从18层来到3层。对，我那时候就有点嗤之以鼻，觉得这个哪叫厨房啊？这个就是东西那么简单，然后唯一要做就是打扫清洁而已，然后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来到这边？我就觉得我干嘛来这边这样？你觉得很浪费时间？我不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就是好像真的该听老师讲的，去旅行这件事会更有意义。可是没关系，就看到周英成。然后我要爆他料，就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做菜，印象里他就是做菜应该是很厉害啊，就是，可怎么就都脏脏的这样，就是
就觉得，因为他一直狂被骂，你知道吗？哦，真的，他就是一直狂被那个冷台的那个负责人骂得很惨很惨很惨。然后我想说，你干嘛把他骂成这样？就跟他解释就好啦。所以我就会跟他解释。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是学校的受训跟他们那种职业班的受训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真的会有技术上的落差或什么。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 ，OK， 那有一个台湾人其实也是蛮浪漫的、蛮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留在那边继续工作，就也工作了1个月。然后那1个月他就跟我讲很多啊，说这个主厨怎么样啊，说这个人很爱欺负他什么的，就是等于说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很谢谢你留在这，不是说留在这边，是你来这边是因为我觉得我没那么有压力。他说其实我一开始，他说他在那时候是每天哭他说他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很痛，他觉得为什么我好像也不笨，也不是什么白痴，可是怎么会被骂成这样？然后我当然能明白，以我们的眼光跟角度，我们觉得他的东西可能就是有进步，不同，对，有进步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对。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可是我学的就是这样没错，可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会有那个就是在学校跟天花板不一样，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经验。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交换联络方式。我也是因为这样，从那时候他跟他现在的老婆约会，他说：“第一次见面我们要去喝酒，这样我带你来给你看看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认识 Alice， 认识这些。原来如此。对，所以我们的缘分能说很长久，可是都浅浅的这样子。对。但怎么会一起拍片？然后直到疫情的第一天，就是隔离的第一天，他打给我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是阿成师？那时候已经2、3年没有联系。真的。阿成师这样，我说记得啊，就是恩人这样子，就是他说，我跟你讲哦，其实我在拍片啊，你知道吗？我说有啊，我有看过啊。他说我找你拍好不好？我说哈，可是今天第一天就是疫情了，就是我就只有我昨天学校就是带回来剩下的东西，当天就要拍哦，当天就要拍，打电话给你直接就要拍。对啊。他说我这个礼拜没有，就是这个礼拜没有片可以上这样。我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要这礼拜上片？他说你不知道吗？就是我有什么就是自己的一个功课，就是我每个礼拜也要上片这样子。我说好啊，那可是我都没有东西啊。他说没关系，我是导演，我会找镜头拍，你就是像你平常一天生活这样子，而且你有那个比赛的话题可以讲，就是我刚好想要访问你这样子，我看你的报道这样子。好啊，来啊，这样子。那支影片就是那个熟成鸭胸吗？不是，那支影片是那个厨师在家怎么吃，在家怎么吃，就是我的第一支影片。那是第一支。对，那是第一支影片。那时候他好像才25、26万订阅而已这样子，然后就来拍，结果拍完之后发现成效很好。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支影片就是破超过10万人，你这次就超过110万这样子，就是一次就是超过100万这样。他说我赚很多钱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人也太直接，跟就是很大拉拉这样。我说是哦，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好，就是有赚钱，你有小孩有老婆，我很替你开心。我没有想到我自己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是说要请我吃饭什么这样。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开始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这样讲这没有什么批评，他就觉得这样是一个赚钱的方式，这样是一个可以为这些厨师让台湾人看到说我们有多么努力。或是我们在做些什么，然后什么是法式的家常料理，法国家常料理是什么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才慢慢开始有连接，就常常会讲电话啊，比如说我儿子要买床啊，没有人可以帮我搬床，你可以开车来嘛，我就开车去。我结婚要载蛋糕啊，可我那天要上班，还要找小彤姐找谁帮忙？可是其实他这一群啊，他说他这是阿成师宇宙，可是我只认识他跟小彤姐。真的一个都不认识。真的你们没有一起拍过片哦？没有。然后因为各自都在各自的工作啊什么，其实对啊，我觉得应该都不容易。是哦。对。那你们一起做 podcast 为什么？一起做 podcast 是那时候就是到了一个程度，我大概也拍了3、4次片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很多人留言说他们很喜欢你的声音这样子，然后你有没有兴趣？我说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理由要做 podcast。我以为是你们很认真的要来聊一些厨师的话题。完全不是啊，就是直接讲完全不是啊。他就跟我说你声音很好听，然后如果他说因为他想要做 podcast，
他说我想要就是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异业结合。我有 podcast， 我有 YouTube， 然后我又有就是以前的部落格什么，然后我有自己的品牌，我有做刀子，我有自己的工作室，我有自己的公司这样子。还欠一个 podcast。对，他说就是，可是我的声音不好听，然后我很爱骂脏话，然后我又改不掉，我又不想改，然后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平衡这样子。我说这个说服不了我，可是我想做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想讲就是厨房的东西。他说那就来做吧，就这样子。所以取名为法克厨男。他自己决定好。他说我跟你讲，我会去开始想该怎么弄，然后就是去你家录这样子。我说好。所以我会说他是一个什么都帮你决定好的人这样子。对，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说他这是一个什么帮你决定，他觉得这样做最好，这样做，他就很像是一个。妈妈明就比我大2岁而已，他就像一个妈妈，就觉得我给你供啊，就是安内啦，就这样才会赚钱啊，怎么样这样子，就到现在什么都没有赚，他自己赚得很好，可是我这边都还没有，可是我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要讲，就像我会很支持你做这个，就是我很赞扬你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从我们以前读社会课本台湾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我到现在都觉得它是已经接近末端的开发，已经接近开始的一个已开发。那这个东西在欧洲，因为欧洲我们都说它都是已开发嘛，所以看到很多文化上的转变，艺术美学，我们眼睛视觉上的一些对于美感的感受，对于这种生活品味态度的一个培养，它是很明显在提升，可是还很多东西要补充，要补进去。所以这个待会讲到什么是法国料理，什么是台湾味，什么是法国味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讲到说，我在那边的所见所闻，我对于一个比较，然后我看到什么。那做法克厨男做 podcast， 很支持你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这是进步，这是一个加分的东西。非常感谢 Andy 啦，那焦点不要再转到我身上。就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对，非常感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开心，谢谢。那我觉得今天的一个重点是想要聊一聊 Andy 是怎么看待法国的饮食文化，还有你自身学习法国菜的一些心得。那我们节目也访问过很多学习法国菜出身的主厨，是对，但我觉得你的社会学训练也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因为你想很多问题。对，这是真的很有帮助。你真的想很多。对，没错。对，那以你这个完全原本是一个厨艺白痴，都是。对，然后从头开始学习法国菜到现在，你觉得法国菜是什么？我觉得法国菜我们可以很风花雪月的说法国菜就是像很多台湾人认为的。要很精致啊，要很漂亮啊，然后要吃不饱啊，这是我一开始在出去法国前听到的，什么是法国菜？然后到那边刚开始会觉得法国菜就是要很澎湃，要很多奶油 ，OK， 要调味很明显，然后要大家吃得很开心，要一个长桌。我要沙拉，你帮我把沙拉拿过来，用传递的方式传过来。那个每个传递都是一个聊天的内容，都是一个聊天的过程，可能只是10秒钟、20秒，然后是一个话题的延伸，或是话题的开始。一开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家庭文化，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其他人家里有没有，可是我家是没有的。我们简家，我这个小家庭是没有的。我没有跟我爸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面吃饭过。我没有跟我妹妹。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坐在同一，很少，少之又少。我们家也不会什么过年过节什么，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家就是也不是摩登家庭，就是一个很特別的家庭。我们各自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坐在餐桌，可是不是吃饭，而是写功课，是聊天，是讨论家庭的事情，讨论今天要去哪里，或者是谁家里怎么样，我们要去拜访或什么，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小事情。那个餐桌有点像是没有在使用的感觉，这样子。那我看到的法国这个文化，我觉得哇，它就是一个脉络，它就是一个法国3星2星吃到最后，他们都在寻找那个家庭的味道，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童年记忆、餐桌记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法国。那2年级、3年级之后进了餐厅，然后到了不同的
米其林餐厅去实习、去工作后，发现他们很强调我们说的风土。因为我的品跟饮的经验变多了，你要吃来自普罗旺斯的什么？你要吃来自于布列塔尼的什么？你要喝来自波尔多、勃艮第或者是哪里的酒？融合地区产区的酒，或者是罗亚尔河，这些东西让我知道说，哇，原来还有一个东西是那个叫做风土的东西。到了一个程度，你不会只是买你隔壁菜市场或是隔壁农夫卖的东西，你会买的是来自那个地方的马铃薯，来这个品种的马铃薯。马铃薯品种我有20-30种可以讲。OK。有哪几种是我们学校学的，就是适合做薯条的？哪几种是适合做薯泥的？哪几种是适合煎炒、油炸的？太多了。苹果的产地、苹果的产区不同，苹果酒，这些水果、这些酒精、这些东西，让我知道说，哇，原来在家庭文化、童年记忆的背后，可以加入风土的东西。因为这个人的家庭有这个风土，那个人家庭有那个人的风土，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色彩、美学，讲故事。故事可以从，比如说好，你可能很多人会想问我说，Andy， 你都怎么发想菜色的？对，你都怎么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菜？我有一半是来自于这边的人给我什么，法国给我什么，我经历了什么，在这5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今天可以看好这个摄影棚。我可能今天我有一个盘子，它是黑色的、银灰色的，比较工业风的。我看到这些摄影机，我看到这些工作人员的服装颜色，可能有哪些东西让我看到，很跳动、很跳动出来的东西。你的穿着、你的打扮，我会说，这些颜色其实可以放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那我就会去想象说，那我这个盘子里面可以做出什么菜？今天什么季节？我在市场看到什么菜？然后去做这样的连接，我想吃什么？最终都会回到那个主题，我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之后，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什么之后才去，我要把它怎么呈现？那答案就是呈现出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法国菜我无法很明确的用一句话告诉你说，它就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它就是这样子。而它是我这5年的文化生活所告诉我的。可是对法国人来说 ，Andy 的法国菜也是法国菜，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来自于异国的背景，而这对法国人来说，它就是法国菜，所以这是很好玩的。因为当我们在讨论台湾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到本省外省，讲原住民料理，可能讲到不同殖民的文化，对。可是我们会用台湾菜来形容它，对。可是法国不是，法国是你加入这个，它也可以是法国菜，因为它有这个文化底蕴，它有我们想要讲的故事性。你懂？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哇，为什么它可以这么根深蒂固？他们超级强大的自信。对，它可以那么继续传承，而且它不怕你抄袭，不怕你学习，不怕跟你分享，因为他知道你再怎么变换，我的马铃薯泥就是在那里。我的那个叫做炖蔬菜杂烩，那个哈塔图伊那个料理鼠王那道菜就是在那里，它可以用很多方式呈现。我的sous vide的功能，我的膀胱机，它只是用成不同肉呈现，它永远都在那里，它的那一条主支架都在那里。你再怎么去给它加入，它就只是让这一棵树的那个花更多颜色更漂亮而已。所以这是它很迷人的地方。真的哎，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融合外来文化，但是变成法国的样子，就是变成法国的样子。没错。其实日本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这样。对，没错。对，我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异乡，或是说你在一个 A 文化来看 B 文化，其实你会更清楚。可是这有一个缺点，是因为我们是用 A 文化来看 B 文化。OK。但我更想要告诉大家是说，应该把自己变成 B 文化看 B 文化，或是把自己变成维持在 A 文化，用 A 文化来看 A 文化。因为这里会让你更快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价值观融合跟分开来去面对不同的事情，然后这就是一个类似排列组合。你等于说原本是2×2，然后变成2的2次方那种
变成更多次方那种感觉去理解一个文化跟一个饮食。对你来说，融入法国文化有不适应的地方吗？有辛苦的地方吗？感情上有。感情，哎呀，没有啦，不能说感情上，而是说人际交往上。OK， 因为法国他们是很独立自主的。我们都说哦，我喜欢很独立的女生。但是我们的独立好像跟他们独立不一样。他们独立是各自成为一体，可是又跟你是紧密连接的。然后我想象中的那种独立，好像是我要给你保持一个距离，我要给你一个空间，让你去做自己想。错，他们独立是偶尔这样子来拍一个手啊，碰一下啊，这样子一个连接，他们是很喜欢这种的。对，这个也很让我们看到，在法国的菜里面，你一道菜其实你会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那个味道是可以融合，也可以分开来吃。然后我们在调味的时候都必须单独调味，然后也要去想象它融合后的样子。就很像各个个体，他们是很独立的。可他们也希望有时候有那种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那种玩乐的时候，那种很缤纷的色彩。所以这是我觉得一开始会蛮不适应的地方，到现在都还在了解跟学习这件事情。你是说会很疏离吗？会让你很错愕，说怎么都会找不到你啊？会哦。可是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哦。然后他们觉得偶尔的聊天是最棒的聊天。哦，因为不要强求，因为我不要知道你太多事情。这样你才有事情可以跟我讲。是哦，好像也有道理哦。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是对我来说是很能说服我的。很能说服我的。可是我觉得说，好像我有点不太习惯，不太适应这样子。对啊。那但是在饮食文化上面，你很可以适应。我很可以适应，而且我真的是一开始就很快的掌握到法国人的味道。我觉得很讶异，因为我很怕说我会有啦。一开始入学，老师就跟我说 ，Andy， 每次那个期末评论就是 Andy 再多一点盐巴，然后第二学期又说再比上学期再更多的盐巴这样子。他就是跟我说，就是你要给出那个盐巴可以一直给到那个顶点之后，你给多那1毫分就是多，可是你只要给到那个顶点，那就是每一口都是在爆发。可是所以为什么这次回来我做菜给别人，他们说你的味道很足够，可是足到会让我们有点累这样子。可是我在法国做菜，人家说很过瘾，就送安内，就是所以我会知道说大概有个平衡在这样子。其实这也就是各国饮食文化不同的地方。对啊，像我可以打个就是插个嘴，就是可以讲到我前几天带我妈妈去吃2星米其林泰瑞，就是你推荐说，因为我妈妈是吃素食嘛，他们蛋奶素很有名。我妈妈就说儿子，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菜，就是每一个来和顺凯听过来好不好？来每一个菜的调味就是都那么的，就是符合妈妈的喜好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当然是很礼貌，可是我觉得每一道菜我都觉得味道不够。真的哦。对我来说每一道菜都太好吃了，该有的口感，该有的味型，该有的理解，我都很能明白他每一道菜想表达的，而且取的名字又很好听。就是他真的很好玩，就是那种漂亮的名字。可是我都觉得每一道菜只要再多加那一点点盐巴，就是符合我的。可是我就会明白说，这就是市场口味的区别。要是哪一天你在台湾开餐厅，我就会知道说，就是要这个味道了。对，你就是要这个味道。对啊，你懂我意思吧？对。那你又怎么看待台湾菜呢？一开始别人问我什么台湾菜的时候，我就是很直观的认为，台湾菜很简单啊，就是要有猪油啊，要有红葱油啊，那种香味啊，要有锅气啊，要有火啊，要有快炒。可是我后来发现说，的确这是一种台湾味的理路，可它不能说是台湾味，这只是我的台湾味，因为我从小在外面吃，看别人的快炒啊，然后羹汤啊这种东西，然后说那什么台湾味，我就去想，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历史脉络，原住民，国民政府刚刚讲过了，国民政府迁台时期，日本人的这个殖民文化，然后以前美国美元的时候，然后包含什么西班牙、荷兰啊这些小小短暂时期的殖民，其实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有一个台湾菜的架构出来。你要问我说，那你可以用一句话讲台湾菜吗？我讲不出来。对，人家法国人问我说，所以你们台湾料理是什么？我说，
我可以跟你讲米其林认为的台湾料理有什么，我可以跟你讲网络食评上面说外国人去台湾吃的时候要去的地方或者要吃的食物是什么，卤肉饭、虎咬猪，我们说的挂包，我们说的润饼，我们说的这个菜包蛋、菜包能烘蛋，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台菜料理。但对我来说，他们都是融合过后的菜。可是你要叫我否认他们是台湾菜，我也不会否认，因为它就是我成长背景里面有的东西。它就是我在我还初出茅庐、不认识整个饮食环境的时候，我所知道的东西。那像我觉得我有个部分很可惜，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原住民料理不够了解。原住民料理就是以前去屏东三地门竹筒饭，石板烤猪肉啊，然后什么什么飞鱼香肠啊这种东西。可是我知道原住民的饮食文化包含他的野菜，他们怎么炒野菜，他们怎么去调味，这都是很多东西的，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你说后来我会带马告、胡椒回去给法国人，他们爱到不行。这种他们觉得怎么会有胡椒味是有香茅的味道？对，怎么会有胡椒是可以有这种类似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姜的味道，或者是香茅这种比较热带，然后热带泰国、亚洲、东南亚料理的这种香味，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台湾怎么会有这种宝贵食材？可是也是来自于原住民的料理。是，没有他们，没有这些现今科技的普及跟传播，我们不会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刚刚要讲一个东西，让我想想忘了。没关系，没关系。刚讲太快了。没关系。比如说像我有想到说，比如说铁板料理，我也是会想要分享的。台式铁板料理是什么？那种我们说的蘑菇酱，肯定看蘑菇酱就是西方来的东西啊。对。你说黑胡椒铁板酱，我拿去做给法国人，他们觉得，这跟我们的黑胡椒酱很像。可是你们有加入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美极鲜味露，我们加入 A1 牛排酱，这也是很法国的东西。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另外一个味道，因为我们会加入番茄酱，对，我们会加入一些酸甜的调味。我们说3杯的口味，我们说酸甜口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你们又有很多日本那种怀石料理，那种很精致的饮食，那种炭烤，那种烧肉，那种寿司，然后要怎么握寿司、手卷。他说你们的台湾料理太多元了，多元到我们只能问你们台湾人专业厨师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我说最好就是去台湾一趟，这不是为了叫你们去，而是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更能理解说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多元。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以饮食去看，可你们不能明白说，在我们台湾，你坐捷运，你去9份，去哪里玩，你是感受到那种台湾人的温文儒雅也好，或台湾人的热情也好，可是你是被那整个氛围包覆的。当你被那个氛围包覆的时候，就像我在法国，我是被你们这些氛围包覆，所以我可以跟别人很明确的讲出一段话，说什么是法国菜。可是你要我跟你讲说台湾菜，我不能用那么多的方式跟你解释。这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想要更明白、更准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还没做到。不过你其实已经算是学习法国菜到一个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其实你是很努力的去了解他们的口味，对他们的饮食文化。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想要展现一点台湾的风格，或是告诉大家你是谁？其实我觉得我展现台湾风格更像是在我的个人特质上面。OK， 比如说，好，我接了这个餐厅的主厨，你说老板会不会信任我？他打听一下就知道。可是我团队要怎么知道我？对，我的下面的人要怎么知道我？对，很简单，我就是做出一个我认为主厨应有的样子，而这样子可能就只属于台湾人会有的样子。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大吼大叫过，或者是骂人过，因为第一个我不喜欢，第二个这就是我。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背景，我的家人跟我讲话就是用讲话，就是解释给你听，你听不懂，解释10遍20遍我都可以。我在餐厅，我跟他们解释，我有印象很深刻，我以前的 podcast 也讲过，我们老板就是找了一群非专业的人，所以就是学生想打工啊，然后可能没有什么钱，没有去喝过酒，倒酒
就是把杯子倒满，这不对的嘛，因为酒有它自己的一个弧度跟口径，让我们去品闻。然后沙拉，客人说哦，其实我想要吃热的东西，他们就把沙拉拿去微波，这种很扯的东西，我们觉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可是你会另外会明白说，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这些经验，所以你要去解释。他们会说，主 Andy 为什么这道菜你叫我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出去？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这样给他？为什么一定要转到那个位置？我跟他们说，你们过来看，来，我做3道菜，你们都站我的位置，我转不同的位置，你们看哪一个最舒服？这个最舒服。可这个也不差啊，这个也 OK 啊，只是为了吃东西。我说，可是我们就是不要让客人来为了吃东西。如果客人来为了吃东西，他去麦当劳就好了。OK， 他去肯德基就好。他来这边是我们给他加成的一个价值，他一样付这个钱，可是我给他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只是我们多做这30分秒不到的动作，就是摆在一个正确位置给他。他今天吃得开心，他吃到感动，他吃到一个美学，那这东西是我们传播出去的一个价值所在，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做这个动作的原因。1个礼拜后，他们还是没有很懂。在讲，现在大家都懂了，他们不会问说，Andy 这个要怎么放？他们看得到说，哦，这个比较漂亮，那我放这边。所以这是我很开心的，包括你在厨房，我厨房找的所有员工都不是餐饮业出身的。可他们想学，我说你们只要想学就来，我可以多留5个小时，只为了教你们东西，不用加班费，可是我愿意。因为我也是遇到那么多的贵人这么对我做的，所以我才有今天这一天。所以他说来洗菜，比如说洗生菜沙拉好了，他们生菜就像他们在家里一样，就整个泡进去拿出来。我说这个你敢吃啊？他说敢啊，我都在家都这样吃。我说我不敢吃啊。他说为什么？我洗过了，我就把叶子全部打开来。我说你有看到吗？最边边有沙子。那不会啦。我们 OK， 我说你们 OK， 可是我们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出真的干净。如果你洗了一个东西，它洗不干净，那你干嘛洗？你多花这10秒，你洗了东西，结果它不干净，那你就是浪费10秒。可如果你花了15秒，你就只增加这5秒钟洗干净了，那这15秒就是值得的。对我来说，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看待的。所以这些小孩子，我们都说千禧年之后，他们都2000年之后，我们其实是有代沟的。可是他们会喜欢你跟他解释，因为他们必须用逻辑去思考一件事情。Okay. 那我觉得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因为连我的同才我都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行不通。他们的家庭教育就是跟他讲说，我给你这个口令，就是这个动作，在台湾也许也是这样子，而且我听说都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你刚刚讲，是你在那个有机店的餐厅，当主厨的经验嘛，对。但是你本身不会觉得你还想在别的餐厅受训吗？有啊，我原本的目标是，我原本就是想说，毕业后我要去一个3星，我想30岁之前没有老婆没有小孩，对，现在也不会没有想到这件事，就是说没有负担之前，对，我想要去3星再磨一磨。可是我发现我们班跟我一样，算就是都还蛮优秀的同学，现在都在3星，然后都很痛苦，很痛苦。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在3星我只能做洗碗、洗蔬菜、洗水果？当然我会知道说，这就是3星你进去之前就会知道的事情，就是做这些事情。在里面5年后、6年后，你可以升到副主厨，你有一天可以独当一面，可都是你必经的事情。可是现代人好像因为我们的教育的充足跟完善，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浪费我们时间的事情。但这件事我不会去批评他们说你们眼高手低，因为我知道，的确我能明白为什么他们觉得浪费时间。可是我也能明白这些餐厅的主厨、副主厨，然后厨房的这个厨师，他们为什么会让他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真的有差别。我讲我的经验好了，我第2间餐厅的实习，就2年级的实习，我是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作珠宝盒吧，它就叫做珠宝店的一个里昂的一个餐厅，它非常非常非常有名，它就是做 fine dining 的，可它不要米其林，因为它整个厨房就有4个厨师跟1个侍酒师，然后我们也是做30个人，等于说我们是就是
我们是把菜做好之后会端到客人面前，跟客人解释的菜。那这其实不符合我们说的这个米其林的不成文规定的这个 list 清单这样子。因为米其林它是有规定说多少人是配额怎么样，虽然都没有讲清楚，可是我们学校都有学说，其实怎么样的配额就是基本上稳拿这样子。原来如此。对，就像饭店的这个这个1星、2星、3星、4星、5星的清单这样子。那在这个餐厅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个实习生，那他们没有请就是助手洗碗。他说 Andy 就是你就是除了准备前菜之外，你还要就定时洗碗。我说好啊。前1个月我其实做的就是洗碗，然后煮菜要吃饭，就跟大家和乐融融。可是有一天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更多事情，因为那个前菜对我来说都太简单了。我就问主厨，我想说他会拒绝我吧，因为好像每一个餐厅都这样子。他没有，他跟我说 OK 啊，如果你能洗碗提早半个小时洗完，那就多半个小时做热菜。OK， 我就从那天拼了命的洗。我都到最后，我就是也根本不用我洗碗了。因为基本上那个叫什么盘子进来5分钟它就是干净了，我就可以去做。所以我最后的2个月是在热台，是在冷台配热台。然后加上出餐。那他们现在就是，所以他们后来就找我，就是成为就是副主厨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我想看更多东西。就后来遇到疫情，所以一切都打乱了。可是我要讲的是。我会想要跟这些法国人讲说，那你们就努力点嘛，你们就不要抱怨，就是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他给我1个小时做完这件事，我就用1个小时把它做完。你们不要把这1个小时分配在洗东西上面，你们应该跟自己讲说，我一个码表放在前面，我今天洗1颗马铃薯，5秒钟好了，然后我就让它洗在5秒之内就把它洗完。那10公斤就是多少时间洗完？就是我会想要跟法国人讲这件事，可是我不会跟他们讲，我绝对不会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不能明白这样子。对。那你又怎么看待米其林啊这些，比如说或是世界50餐厅这一些餐饮评鉴呢？你自己有这种摘星梦吗？以前有可现在不会想把它当成一个梦想，而是我知道有一天它就会到。OK。不是说我有自信说一定会拿到，而是我已经有一个心里很清澈、很通彻，说我如果今天想要拿1星，我该做什么菜，然后我该维持多少自己，然后多少商业上的东西，2星要怎么做，3星我不会去思考，因为3星不会是我一个人力量所及可以做到的东西，我一定要一个很棒的团队，我一定要一个真的能走进我内心的团队。很多人问我啊，像那些律师、那些医生问我说：“我帮你开餐厅，你想找什么样的团队？”这样子，我说我想找的其实很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我想找的是那些人可以懂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要用这个食材，为什么今天这天气会影响到我想要做什么菜，为什么我昨天或是前天跟你们出去，然后我有什么灵感，我想做这个菜。我想要的是那些人可以走进我的内心，然后跟我一起往前进，而不是我想要跟你说：“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做这个东西。”可这是一个梦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训练一个人跟你指令一个人是2回事。指令一个人，他如果程度好，他就是照你的指令做，你轻轻松松。可是你训练一个人，跟你陪伴一个人，跟你邀请一个人跟你一起走，或是邀请一群人跟你一起走，那是很辛苦的。可是那是对我来说是很美、很浪漫的，然后是我想做的事情。但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米其林评鉴这件事情，我会反而想要讲的是关于在台湾这件事情，还有50大这件事情在台湾，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让更多人会去嘴巴会去讲米其林，会去看为什么他们会给我们评鉴，会去知道说，这个是那个推荐的，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叫什么，汤匙、叉子跟那个米其林宝宝餐盘跟必比登推荐，他们会反而开始听到很多人会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件事情的进步就是要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当他们开始对餐饮、对饮食、对于为什么他要用这个价钱卖我，跟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价钱付出而去购买，当他们开始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餐饮业进步的时候。而且这个餐饮业的进步不会只有进步在我们做餐饮的人，而是包含美食家、
包含饮用的人，包含享用的人，包含我们的下一代，包含现在这些要受教育、要去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买这给我吃的这些小孩子，他们会去明白。这个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强盛，我觉得我们都说啊，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决定战场，而我们战场会是些软实力的东西。我们有那么多的底蕴跟资源可以去放上台面，可以去跟别人讲，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这么做到，或者是我们好像都还在摸索，或者是让它自行发展，但我们可以冲一把，我觉得。所以有米其林评鉴跟有50家评鉴，对于我看到台湾的这个影响，我是很开心的。那至于我们说欧洲、法国的米其林评鉴已经90多年了，还是100多年忘记了。就是如果从成立开始算，已经超过10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很长，然后人们已经熟悉，已经习惯了，已经不是把它拿来放在嘴巴讲，而是说哦，我去吃了什么什么餐厅，不会说哦，我去吃了一个米其林餐厅。是。就是你懂我这个，就是它是很日常的事情，它是很日常的事情。那50大，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指标性，是对于我来说，50大我看到的是新兴的潮流，它不会是找那种奇装异服的餐厅，它找的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漏网之鱼，或者是遗珠之憾也好，但它有它自己一个我不知道可以怎么用白话文解释，说我看到的米其林跟50大的差别，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们的名单出来，我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很明确的分野不一样。然后这两个都是我很觉得值得信任的，不会说担心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评鉴方式，不会，因为学校也会讲这些东西。OK， 对啊。但对你来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确定你要当厨师开餐厅吗？还是你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其实我现在我一直想做啦，不能说现阶段，可我一直想做，就是我想要办学，开学校，我想要我想要回亚洲开一个学校，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者在亚洲其他某一个适合的国家也好，我想让亚洲人或是台湾人更有机会有一个完整的学校体制学习，因为我们学校的体制学习太好了，太完善了，而且我发现不是只有我们学校，而是欧洲人是这么办事情的。然后台湾，以我现在了解，我觉得我看不到这个东西。然后就刚好我是做餐饮的，所以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想让这些年轻一辈的人，或者是有想要学的人，可以知道说，哦，餐饮的可能性有这么的大，餐饮的细节有这么的广，然后餐饮必须触碰到的知识学问有那么的多。对。那你的学校会跟现在的学校有什么不一样？也许会是一样。OK。也许会是一样，可是一定会也许会跟现在一样，而不是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因为现在的我们学校比我那个时候好更多了，真的好更多了。你会看到说，哇，这些学弟妹很幸福。那个幸福不是说让你变成吃得多好穿得多好，而是让你未来在职场上职涯上更能掌握出一个厨师、一个主厨、一个传递者该有的样子、该有的想法、该有的手艺。对吧？然后这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做出来，可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期待你未来有办法实现，我也有机会实现，我会很努力实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你会想要回来台湾开餐厅吗？好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台湾人准备好吃我的菜了吗？或是我准备好做菜给这边的人吃了吗？因为这是一个很内心的东西，这是不是说谁瞧不起谁，或者是谁怕谁，或者谁惧怕谁，而是我做菜，然后我不知道这些人喜不喜欢，又或者是我必须像所有不管是台湾主厨或是外面回来的主厨一样，我可能要在这边深耕一段时间，可能要真的了解这边的饮食文化，它的脉动，它跳多快，它跳多慢，这边人喜欢什么，这边人不喜欢什么。也许我可以放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让他们变喜欢。也许他们喜欢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他们说，有新的东西可以尝试。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我的生活跟我的职业才变有趣。我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在追求的是有趣跟好玩，而不是为了你们，你懂吗？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强优势，也是一个弱项，因为我好像没有在乎别人怎么想。对。OK， 但你应该会有想要回来台湾的一天，或者是说你可能就一直在
欧洲发展？欧洲也许吧，美洲也许。美国西岸听说好像没有什么法国菜。纽西兰这个风土民情很好的地方，完全没有法国菜。那台湾当然有机会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很多邀约，可是这些邀约对我来说都太早了，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谢谢你们的支持，可是我不是说我准备好了没，而是我目前还没想这么做。然后当然有一天父母亲年纪大啊什么的，一定会慢慢往台湾靠近，因为毕竟要就近照顾。也许有一天，但目前是会在那边吧，我在想，我很难说。我想也是，而且但是你一旦想要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急惊风，你就是一个对。你看我回台湾也是，我是2天前决定，然后后天就回到台湾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做很多的规划跟害怕，因为世事来的变化很快，是不要有这些期待或是担心。对，我们也不会担心你啦。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就会成功。对，真的。要有贵人，要一切安排妥当，不容易。今天 Andy 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故事。如果你是从第3集才开始听的，你一定要回去听前2集，好，非常精彩。对，然后也谢谢 Andy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很期待你之后的发展。那也谢谢大家收看或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还有，如果你是 Podcast 听众，也欢迎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